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我们的10月运势。那我们的月运势呢，同样的都会希望可以讲详细一点。那因为大众占卜没办法对应到所有人的讯息，那只要去截取自己有用的讯息就可以咯。好，那今天会占卜我们的整体运势，还有我们的事业运、恋爱运、学习运，对，还有健康运这几个面向。好，那我们眼前有3副牌组，从左至右呢，依序是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那选择好的话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解牌环节了。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权杖2哦。那这一张权杖2呢，感觉上，有眺望远方的感觉，然后你们已经有一些计划在内心之中萌芽了很多想法，萌生了很多新的点子，就等着你们要去执行了。那我有感觉到一种承先启后的心情和一种能量在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多少的危机或者是挑战，我相信在明年你都已经想好未来的下一步应该要前往哪里了。你的心中的方向呢，会指引你未来的道路，所以相信你自己的直觉。我感受到你们会了解到自己内在的价值，呵护着内在的品质，然后将你们心中的想法都一一的落实的很好哦，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先来看第一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来做一个验证哦。请宇宙告诉我，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好，第一张宝剑9哦。好，又是一张权杖2。圣杯女王。好，圣杯8。好，权杖国王。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近期的能量，我们有先看一下星座讯息哦。星座讯息的话，有双鱼座，然后有牡羊座，有双子座，有巨蟹座、天秤座，然后有一点点处女座的能量在里面。好，那我们先来解读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近期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可能面临着，有部分的朋友感觉到，就是你们脱离了某个组织或者某个环境，然后在过往的这段时间，其实你们已经脱离了，或者是勇敢出走了某一个原本束缚住你们的地方，所以其实你们近期有感觉到你们的健康，还有就是活力渐渐的回升哦，运势有在开始的走好。对，因为过往的那个能量是蛮低迷的，然后可能在压力上面是特别的沉重的。那其实近期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有些朋友是有去出外，然后有踏青，那心情真的有很好，就有好转，就是可能在过往前几个月的时候有出门的机会，让你们心情是有好转的哦。那有部分朋友才转换这种心情，过往可能工作上面压力太大，那有借由一些旅行的机会，然后调整了你的很多想法，你过往会很在意的想法，经过了可能这几个月的沉淀，你已经脱胎换骨了，你变得很果断，然后去知道说自己可以怎么去执行哦。所以我觉得你们能量其实是慢慢在变好的，
慢慢在迎接那个阳光的。对，然后你们其实是有去反思过往的一些状况和情形，然后有再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那其实有时候也会很忧郁，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其实在过往的可能10月之前啊，都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你们在跟自己内在的状态已经调整得很不错了，就是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忧郁会浮起来，然后让你们去面对某些事情。那其实你们是很愿意去面对这些潜藏在内在的一些阴影的层面哦。那感觉得到你们越来越成熟，那个成熟无关年龄哦，而是说你们的灵魂的提升越来越成熟了，然后有越来越明白自己之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定位，或者是自己想要的追求是什么，渐渐心中有一些答案，所以你不怎么犹豫或是犹疑自己要前往的方向。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的新的一年啊，虽然我们不是在占卜那个年运势哦，可是有感觉到你们如果持续以这种能量的话，会渐渐的柳暗花明，会渐渐的迎向那个阳光，朝着非常舒适，还有你想要去前往的道路哦。你不再像之前那样犹豫的状态，所以你真的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哦。因为之前真的是常常在晚上没办法好好的睡觉，然后有感觉到这个10月之前的这种状态，或者是10月前几个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辛苦。这感觉好像是经历2024年的年初有发生了一些事情，还是2023年有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脱胎换骨，所以这些经历真的是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副牌组的验证哦。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哦。那没有对应到的话，那就可以跳出去再选其他牌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啊的整体运势是如何哦。10月的整体运势，钱币骑士啊，好，钱币5，女祭司，宝剑10，好，圣杯10，黑桃2，方块2，信件，方块7，黑桃8，好，梅花8。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份的整体运势呢，你们是一个蛮规划的、很清楚的人，然后就是蛮守成的，要很稳妥，讲究稳妥，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的这种状况。所以牌组在这边呢，提醒你们就是要有看见机会的眼光。当你们在一步一脚印的往前执行的时候，不要那么的埋头苦干在执着的层面，因为你们有时候会被过往或者是被其他人的能量给限制住，然后你们就会纠结在那边。所以中间的女祭司的这张牌呢，其实是象征着说，你们要用更有智慧、更有理性的这种角度来去
跟其他人的一个能量隔绝开来，因为未来的这个世界啊，你要渐渐的保护到你自己的能量场，你要渐渐的明白，有些课题是别人的课题，你自己的课题是你自己的课题，你自己的能量要守护好。有时候你会跟着那种集体意识的流动走之后，你就跟着它离开了，你就会随着那个集体意识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其他人的想法，你渐渐的就好像那种局中人，你就没办法用冷静的眼光来去觉知到自己的内在，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要是很清晰的，你要很知道说这个能量不属于你。对，所以在10月份的一个能量，它会有一个挑战，来自于说，也许是我们的讯息太多，也许是因为我们接受讯息的那种能量太杂太乱。你要学习如何能够去辨别出这些讯息对你是否是有用的，是否是真实的。对，你要去辨别这些讯息。OK，那你在10月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来临，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钱币五哦，然后你其实是才能出众的人，然后你会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迈进哦。对，虽然就是你们会走比较安全的路线，但牌组在这边呢是要提醒你要去看机会，因为10月份会有一些机会来临。对，钱币五在这边，所以你要勇于去行动，然后去敲开那个门，那个机会的来临，它会是有可能是信件或者是文件的新的一个计划哦，新生儿的这种想法。就牌卡在这边呢，是要提醒第一副牌组10月份会有一个机会，那希望你可以把握住哦。那这几张牌呢，都象征着一个新的点子，然后新的机会，新的事业，新的开拓的方向。好，那在就是你前往的道路当中呢，你要妥善的去思考，在前往的路径当中呢，因为我们有看到你们有非常美满的圣杯石，然后还有宝剑石哦，就是这意味着说，可能在给到某些人的讯息、某些朋友的讯息呢，会是在情感上面会是面临一些挑战的。你们要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呢，我感觉到这个能量是会让你们再升华上去的，你们之间的关系能再升华上去，能再踩着彩虹的阶梯，然后一步一脚印的灌溉着你们的爱情哦。所以关系层面其实是会节节升高的，只是呢，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会迎来一个挑战，是在10月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可能是源于一种不信任，或者是一种有关信任的这种议题，然后有关价值观的议题，会在这个10月份出现哦。你们的火花其实是很浓烈的，然后双方都能给予到彼此情绪价值哦。只是呢，在双方的一些价值观，双方还要再进行一些磨合。这些价值观，还有你内在涵盖的阴影，它会让你看到，让你去察觉到，可能像我们刚才之前讲的，就是女祭司的这张牌哦，你要闭上眼睛，好好的去思考你真实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被外在所套入的一个价值观来去左右我们真实要前往的路，那不见得是真的符合到你的答案。所以不要跟外在，就是不要太去
看外在的这个能量，而是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内在去思考，什么对你来说是真正幸福的。它可能会是让你有点犹豫的，可是这一次10月份的这个挑战，你的内在智慧会变得无比的坚强。这是在情感方面的。那有部分的朋友呢，是在家庭的方面，会也是面临了一些状况呈现哦。那这个家庭方面呢，可能是彼此的沟通，还有你们之前可能有一些潜藏的问题都没有讲出来，那大家都是很为这个家付一份心力的。你会开始看到这些问题，勇于的去面对它，让整个关系越变越好哦。那这件事情会对你们家里的成员啊，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到每个人的情感，每个人对家里的爱。那其实它会是一个最后化为一个感恩的形式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事业的方面哦。10月的时候呢，第一副牌组的事业运会如何呢？好，宝剑9，战车牌的逆位哦。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10月的时候，它会呈现说，在月初的时候啊，你们可能，就好比说之前的那个能量，有些朋友还在原公司，然后准备想要出走，那个压力其实一直都存在，然后你会觉得说，跟你内在的价值开始有一些拉扯，所以这件事情只是让你认识到了，就是它的变化，其实你一直都有感受到。虽然因为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是比较稳健求稳的这种状态，所以你们会很希望可以重新的架构一个很稳定的情形。对，所以在这边啊，宇宙的这个能量会让你感觉到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如果你要战胜这个能量的话啊，其实是要很顺流的，反而是要很顺流，然后你要去脱离原本的一个架构在，因为我们一直看到你们有那种很固定的能量在里面，就是很求稳定，然后很不想要新奇新鲜的，就是如果就是在舒适圈待久的这种能量，有感觉到，就是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如果脱离了那个舒适圈，你会再让你的环境，你周遭的能量再回到原本的状态。就好比说，你原本在这个公司过得好好的，那如果他突然有那种突如其来的改变的时候，你还是会希望现在的这个环境回到之前的这种状态。你会希望每个人都要好好的，你会希望你的周遭的状态都是你了如指掌的，但是宇宙在这边呢，反而是希望你去放轻松，把心中的这种纠结感，或者是比较尖刺的感觉吗？因为你们的压力真的很大，就是你们为了整个环境，为了好多人，你们负了很多责任，还有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你们为了家庭、为了朋友或者为了公司，其实付出了超级多的努力哦。那我们看一下说，宇宙希望你们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来面临这样子的挑战呢？嗯
OK， 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牌面上看起来，宇宙会希望你们用一种跟别人合作的、更开放的这种状态，重新的去规划你即将要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虽然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它最后迎来的绝对会是让你满意的结果。然后你的周遭的环境、周遭的氛围也会是一种很舒坦的这种方式，你会迎接来跟你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你的客人也都会是你觉得很舒服的客人。以前你常常会遇到不是很让你感觉到很对频的对象，那其实未来啊，宇宙在这边鼓励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他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可能过往有一些跟你不对盘的能量，你就离开了。那你就专注好自己的事情，顺流这整件事情的发展。然后，只是它的确是需要一些忍耐，你需要一些时间来去等待到这件事情的成果，它是需要时间去酝酿的。对，整件事情是一个蛮好的能量流动。那你会越来越了解到你要怎么样子往前迈进。在事业运的这个方向呢，它会是越来越让你感觉到轻松的。你看我们最后一张牌卡哦，钱币侍从，它侍从就代表一个年轻人嘛。10月份的这个运势啊，会开始让你们渐渐的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也象征着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份很有机会可以去踏青，让自己整个能量松懈下来。有些朋友还会去露营哦，就是有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事业运的这种状态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呢，这些挑战是能过去的，然后它是可以让你遇到很合适的对象。只是这件事情会让你感觉到蛮大的工作量，然后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决定的，有很多事情是要你去裁断的。对，那很多突如其来的想法，或者是你都能一一的克服哦。那我们在这边啊，再来帮第一副牌组朋友占卜一下这个能量哦。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份的时候，事业运会如何？雷火风。第一副牌组，易经来讲的话是风卦的第一爻哦。第一爻是遇其配主，虽寻无咎。你们会遇到与自己相配的人，而且是能力、学识均等，今后的发展是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哦。这个卦象是在说，有些朋友在10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换一份工作，然后你在这份工作呢，会遇到一个可能比你年轻，或者是说你跟他学历是相当的，但是他却是你的主管，但没有关系哦，因为这个主管呢，你们两个人的志向是一致的，然后你们会为了共同的事业互相努力配合哦。那你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跟他要争什么。对，就是你们要学习的是合作，你的努力、你的好是会被看到的，不要去做那种比较，不要去争那个输赢。在公司来说的话，一个如果总是要超过另外一方的话，就会带来麻烦，影响到事业的发展。所以，你前往一个环境当中，遇到跟自己相匹配的人，那我们就去感谢这个状态，我们不要去看到可能那种
针锋相对的这种能量。对，就去尊重它。当你给予很好的能量的时候，其实回馈的也会是很好的。那这是在给到第一副牌组的一个祝福啦。那有感觉到这副牌组很多能量都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哦。那你们这个环境其实会遇到很多新的想法的人来刺激到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们去脱离到某些自己内在的一些架构和束缚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是感情运。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感情运如何呢？好 ，Hammer Heart with a Key The Chaser 第一副牌组的朋友 Boat 好，那先抽到这边了。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在牌卡这上面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整体运势哦。你们其实是会感觉到彼此价值观在互相追来追去，就是你会丢一个能量，他也会丢一个能量。那希望你们彼此丢的都是一个好的能量，因为其实呢，你们无论是否是单身的，还是正在交往的，那这个人呢，都会是让你感觉到非常暖心的，然后他能让你感觉到很舒服，然后价值观很相合的一个对象哦。然后他会打开你的心，你觉得这个感情在一起就是一种很完整，体现你人生完整的这种状态。好，那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吵架啊，或者是有一些断联的这种情形，其实你们的缘分还没有断哦。那这个牌卡的上面的意思呢，其实是会渐渐的修复这段感情的。那如果有吵架的话，你们之间会越来越了解到彼此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然后你们会越愿意为了这段感情来重建你们自己的想法，彼此各退一步。虽然有时候会想要去追逐，这个 chaser 就是有一个追逐的感觉，感觉就是害怕被丢掉的这种感受，好像就是没办法，很依赖这一段感情，好像必须是对方要很爱自己，你才会觉得自己被爱。但是呢，其实这段感情会逐渐让你感觉到你自己本身是具足的，它会渐渐让你明白，你能爱你自己，你能在这个感情里面是能享受的这种状态，你会了解另一方的感觉，然后渐渐的明白你要的是关系，还是要的是什么。你会渐渐的去理解到你真实的这个状态，那其实你也会放下蛮多的不安，来去重新看待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好，那接着呢，还有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会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可能10月份有一些10月份的能量，让你们的情感是越来越加温的哦。那有一些课题是会变得更紧密的，你们会朝着你们自己。你们会朝着你们一起共同向往的目标前进哦。那在这一段过程呢，其实会是一个顺水推舟的，就是让你们灵魂都可以在更往前迈进的一种过程。那这样子的过程呢，其实会是一个达到你灵魂提升的这种状态，你们的灵魂都会因为这次的事件更了解到爱本身的意义哦。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健康运。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健康运会是如何呢？第一张牌卡是我们的钱币骑士，第二张是我们的太阳牌。
哇，第3张是我们的钱币国王，第4张是我们的权杖3哦，第5张是我们的魔术师。所以其实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健康是很不错的哦，然后你们其实会常常能够有机会去户外，或者是得到太阳的能量，就是火的能量是很重的，让你们感觉到精力旺盛哦。有很多事情是相对平衡的，然后你们会比较注重健康的品质哦。会有些朋友有做一些保险，所以在这样子的层面，你们有未雨绸缪。有关健康的部分，你们是会去在意的。那10月份的这种状况呢，有感觉到你们的精力很旺盛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普遍都是白天的这种状态哦，所以有感觉到你们10月的时候精神都很好，都可以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那本身那个在做保险啊，就是预备对自己的健康的预备也是有准备好的。那有些朋友本身是有健身的哦，就是会注意身材，所以在10月的时候感觉到你们会为了要去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是有一些盛大的一个要去见其他人的这种场合，那你们会调整自己的身形哦，在10月份会瘦身成功哦。那就是你们会有些朋友会借由跑步、健身的方式来让自己的那个身心更健康。那你们在心灵的这种程度啊，你们也是相对会去维护那个平衡的。那有些朋友会特别去求救啊，就是会去跟知心的朋友再去讲述自己的一些状况。那你们不是那么封闭的，你们会愿意去跟其他人去诉说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来去排解一些压力，是很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学业，那我们一样用这副牌组来去看，我们第1副牌组的朋友学业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第1张是权杖骑士哦，也是送东西耶。第2张是我们的恶魔牌，学业的部分，权杖女王，好，还有权杖7。有些朋友会遇到很不错的老师，很不错的指引的对象。那在学业部分，跟朋友啊的相处都是很好的。如果是以说你学习的能力的话，在10月份的确有很多你们不想要面对的考卷、考题、试题，然后不想面对的科目哦，然后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有点困难，要一一的去让自己去理解，是有点辛苦的，是有点不想要去面对的。然后，有一些诱惑的确会存在，让你们就是没办法很专心的在吸收那些知识哦。但是呢，在学业的方面，你们也会遇到很有耐心的人，很有耐心的长辈或者是老师。那你们蛮挑科目的，有些太深的科目，你们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去执行哦。那个时间呢，可能是有时候要熬夜的。那有时候那个在晚上就会遇到比较让你看不下书的情形，所以这是10月要去面对的状态。那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又因为朋友会来约你，你就没办法分配那个时间来去把你要克服的学业，或者是报告啊，或者是一些必须得完成的论文，按部就班的分配那个时间。所以，在10月份的话，
也许要做出更多的行动来去因应这样子的挑战哦，要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有部分朋友也是因为感情的关系，所以让你们没办法把多余的时间分配到学业上面。但是呢，我要鼓励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擅长的科目会是蛮高分的。那比较令人担心的可能会是你们本身不擅长的那些科目，就会需要你们多一点时间来去在意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抽牌卡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件哦。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的时候有什么好运，以及要注意的事项呢？ Fate 好，感情升温哦，有些承诺被定下来哦，那你们的感情会更加温。好，有些就是让你有疑虑的另外一方，你会看清楚，或者是说你会去阻断掉这种状态，你不再会是面临这种情形了。好，那第一章等一下我们再来解读哦。对，然后有一些可能要去减损你利益的小人，或者是他故意在你背后去捉弄你的人，你也会远离他们，然后你也会去知道他们真面目，他们已经没办法再对你做任何事情了。好，真的就是有些朋友啊，可能在10月的时候会有成家的打算，就可能会顺利的购屋哦，就是在房子的买卖当中会有很好的消息出现，可能是找到一个新的不错的住所，或者是说你们去度假都有可能。在10月的时候会是一个蛮幸福的状态哦。那第一张 Fate 呢，它是一个命运，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可能在10月这个能量比较波动的时刻呢，你渐渐的会发现，你在可能大众占卜啊，或者是自己在算塔罗牌啊，或者是你去找别人在算命的时候，你渐渐发现怎么开始有点不那么准确，因为我们这是逆位哦。这也许是在于说，你的命运正掌握在你身上，你会渐渐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女祭司，你渐渐的灵感力会打开，然后你渐渐会知道说，有些能量不是属于你的。譬如说，我们今天做大众占卜，有些讯息也不见得是要给你的，那你要去分辨，所以你渐渐会觉得发现，哎，怎么好像这个老师讲的有点不准哦？那其实是好事。代表说你可以去察觉你未来的决定，你未来的命运，所以反而是你可以去做出最好的决定。所以也很感谢跟我一路陪伴这个频道的所有朋友。那当然我很希望就是大家的能量都越来越饱满，那大家都能知道说自己未来的这个路途到底是要前往哪里，是自己决定的。对，所以不准也是一件好事。这个牌可能就是你的能量开始有点那种波动，怎么越来越不想要算大众占卜啊，或者是越来越发现哪些老师的牌没那么准确啊之类，这些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代表说你的命有波动，你的能量开始不大一样了，你的能量在做出一些抉择，要往好还是往坏，我们也可以很好，所以有感觉到就是一种很
冲突的能量在你们的牌卡里面看见哦，就是可能遇到那么大的事情，你如何用一个很中立的眼光或很平静的眼光去对待它，来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随时注意到自己心里所思想的想法，让它回归于平静。如果没办法的话，就觉得今天的我好不像我，就可以点一个蜡烛，然后你看着这个蜡烛，把一些你的压力投放到这个蜡烛，让它烧掉。或者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紫色火焰哦。有些老师会讲怎么样子使用紫色火焰。那紫色火焰呢，象征无条件的爱，它是跟我们更高的维度是有相关。每个人都有紫色火焰，那就可以利用紫色火焰呢，来去帮我们像这个火一样做这种转化的能力，把这些压力用爱来去包围它，让它被陪伴，你也会被陪伴，灵魂也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章哦。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对，好，让你感觉到有压力，然后无能为力，或者是说你不知所措的状态终于结束了哦。其实会越来越好，你也能面对哦，就是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你们10月可以说是很精彩，或者是说它有一些挑战是会真的出现的，它会来去挑战你可能本身你自己舒适圈的那种状态。那你要去思想，这个可能是一个跳板，让你跳往你人生未来旅途更广阔的世界的一个跳板哦。所以要好好把握它，好好的去觉察它。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讯息？对，在这副牌组呢，你们10月可以存得到钱哦，就是钱这件事情是能被累积的。然后，如果你要向往这种稳定的生活，你们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把很多事情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被人家看到的。对，所以专注在自己的能量，不要随意的让自己的能量被其他的事件给瓜分走，好好守护好自己哦。那注意自己的每个想法、每个念头，然后努力的让自己的频率维持在一个高频的状态。那渐渐的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命运自己可以好好的掌握，因为你们的能量其实是很不错的哦。即使发生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目的都是要让你去学习到怎么样子守护好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解牌哦，希望对你们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圣杯十哦。那感觉到圣杯十有一种家庭和乐，然后携手共同面对一种幸福美满的感受哦。那有感觉到10月份呢，会是一个家庭以家为出发的一种感受，你们的家庭会会有一种同舟竞技的状态。那彼此家庭的成员呢，都为了家去努力呵护的这种情形哦，可能知道谁需要帮忙，谁需要帮助的时候，这时候家人就是最可靠的存在哦。那有感觉到跟家里的这种议题啊，也会在10月渐渐显现出来。那这是一种很团结的一种感受，它也是一种很祥和、平和、圆满的感受。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那我们今天呢，先来占卜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第二副牌组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好，
钱币骑士，权杖3，宝剑国王，圣杯骑士，钱币9。我们再看清楚一点哦。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黑桃4，红心 J， 黑桃1，方块8。你们真的好多人物卡哦。好，红心9，感觉到近期你们的能量，有些朋友真的是大病一场，就好不容易康复了，然后就是在身体的这个变化，让你们觉得好不容易好这个疾病哦。那有些朋友因为爱情，然后变得很憔悴，很辛苦。那其实在周围呢，一直都有朋友来守护你，呵护你，那也让你从中恢复哦。所以其实过往的一个事件，比较是属于你在一个很大的挫折中，身心的状态是有受创的。那其实在最近的这种能量长体线呢，你偶尔还是会听到以前的消息，然后感觉到非常难过。但是周围的朋友常常会邀你一起去认识新的对象，或者是再开阔你的交友圈哦。所以你周围有一群很帮忙你的人来去组织你的生活吗？来去让你的生活感觉到是一种很平和，或者是让你充满感恩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红心9啊，其实常常在复刻牌体现的就是一种很圆满的状态，而且你有2张9，所以其实代表说你接下来都会心想事成，你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达到的，而且你的身边的贵人真的是超多，好多人就是知道，因为你不是属于会把很多难过的事情告诉其他人的，但是其他人就是很疼你，然后很照顾你，就是在你身边很忠诚的来去帮助你哦。你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感恩，你也很想回报他们。在近期的能量呢，就是有一种很感恩、感谢他们的感觉。那要告诉你，你很多想法就是要渐渐的，有关过往的事情，要渐渐的去放下它了，去迎接你的丰盛哦。因为你很多事情即将要心想事成，即将是面对了很多新的可能性，然后未来有很多想不到的好事情即将要来临。那在10月份的时候，部分朋友可能会有生病的情形，对，或者是说情感之间的关卡。那无论如何，你们都要相信你们的好运正在来临当中哦。你们周围你们要去看到身边有一群爱你的朋友，然后他们很照顾你，就是喜欢你的人都不希望你自己可能身心受影响啊，他们很照顾你的身体的状态啊，心灵的状态，所以勇敢的跨越出去吧，然后世界还很大，可以去看到很多风景。这也是你周围的人想要鼓励你的，生命还没有完结，只要你有呼吸，明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哦。有这些讯息。好，那接下来呢，在星座方面有我们的牡羊座，还有处女座，对，还有我们金牛座，有一些摩羯座、土象星座的能量，还有一点点水瓶、天平的能量哦。
还有火象的能量，对，也有一些水象的能量哦。所以火象是我们的牡羊座嘛，对，然后还有我们狮子座，那水象的状态有我们的天蝎座，一点点双鱼的能量。好，那星座只是参考。那有关刚才的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再继续看下去；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回到之前的选牌，再继续选牌，选其他组来看一下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去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在10月份的整体运势会是如何？好，我们的力量牌哦。好，权杖8，在10月份的事业运。好，我们的钱币国王，钱币10，哇，事业运很不错哦。OK，圣杯8，这副牌组的朋友很多8的能量哦。OK，所以在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要执行的这个事业呢，是会很稳定的前进的。有些事情正在很快速的进行当中，但是你们心态是稳定的，非常好哦。然后很多人会找你们合作，然后你们也会有出差的机会，有要去外地来去争取一些新的 offer 或者是新的合作提案。那过往的这种状态，就是让你们感觉到有点辛苦啊，筹备已久的这种感觉，因为你们累积凝聚了很多能量，就是为了近期的这种感觉，在10月渐渐的会感觉到，能量很快哦，流动的很快哦。之前被卡关注的一些事情啊，被卡住的一些感受啊，渐渐都消失了。你们会稳妥的往前走。那在公司上面的制度啊，有感觉到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完善，或者是说本身最近在10月的时候，有些朋友会遇到公司颁布了一些条例，那这个条例呢，可能是会影响到其他一部分的人、部分朋友的。那这个条例可能是人事上面的变动，或者是说它有阶级上面的调整。对，就是一些可能主管会换人，或者是有些升官，有些要去调整你本身的职位，这种状态，你们都是能将手头上面的事情好好做好、稳妥做好的人，然后很多挑战都可以迎刃而解哦，然后都可以跨步的向前迈进。所以在10月的这个状态，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转动的速度跟以前相比，转动的速度很快，然后它累积的钱财也更加稳定，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你本身的正财还是你的副业，你都会顾得相当好哦。因为这副牌组的呈现方式呢，在正财会是有所累积的，你本身的绩效也会被看到，然后有些朋友甚至就像我讲，会有升官的一个讯息哦。然后有些朋友呢，是副业的这种状况被你开启了，然后可能会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去拜访蛮多人的，会接触蛮多新的能量、新的人，然后去接触蛮多新的贵人，你会开启一些就是新的人事物、新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进入到你的事业当中，这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速、不可思议的快，然后你会觉得宇宙的推动，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些神秘的感受在你生活周遭体现哦。那周围的同事的状态也很不错，那你们是可以互相理解彼此的工作内容的，那大家的界限都分得很清楚哦，没有人踩到
你的线，你也没有踩到别人的线，那就是蛮好的。你在于事业的这种状态，有自己蛮崇高的一个想法。那这件事情呢，它还在徐徐图之当中哦，你是会渐渐的往你的目标前进的。但是我有感受到，如果是你有一个计划要产生的话，虽然10月的能量转很快，但是你知道好像还要经历一段时间，它最终的成果才会慢慢的到达你的生活当中。但是呢，10月真的是一个迎接好消息的时刻，很多的金钱会让你比较稳定、比较踏实的感受到啊，我好像回收了某些你等待已久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能量呢，就是好好的去把握住，然后去有一种感恩，或者是给予这个能量分享到更多人上面。对，那它这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这种感受。因为相比之下，你之前停滞住的这种感觉，实在是有点等待太久了，累积很久，好像要跳高的时候，一直在等待跳起来的那个时刻，那终于让你等到了。那里面还有个讯息是说，可能你在最近的时候会常常看到888这个讯息哦，可以去看一下天使数字的888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事业运的状态是如何？好，我们的钱币八哦，好，隐士牌，权杖侍从，宝剑王牌，很好。圣杯三，在事业运的这种情形呢，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事业运上面你会很专注的去投注在自己内心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是有一些出差的机会，还有熬夜加班的时刻，但是没有关系哦。10月底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欢乐的气息，因为你的某一个决定，某一项决策呢，是能让你学习到、收获到一些好的回馈的。然后它是一个很新颖的点子，这也算是新的一个能量体现。你是很愿意接受新的感受、新的能量、新的火花的。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事业运会随着你给予别人那种很有活力的体现，然后你会去试试看你从未做过的一些尝试，那这个决定是好的。那我们有感受到那个宝剑王牌在这边的能量哦，它是一种雷霆万钧的感受，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决策，对，它会让你犹豫一下，但是你明白，你心中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哦。那在10月份，在事业运上面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稳妥的能量，因为我们在牌组上面看到4个元素都具备哦，有我们的钱币，有我们权杖，有我们的宝剑，然后有我们的圣杯，就是所以有行动，有累积，然后有决策，有智慧，然后还有我们的情感都付诸在这个事业当中了。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最后才是迎来我们合作啊，或者是朋友一起分享的这种时刻。所以在我们10月中旬之前呢，有很多时刻都是你自己在完成的，会比较孤单一点。但是没关系，我们10月份呢，可能就会开始是有一种丰收啊，秋天的那种丰收庆贺，然后去感受到这种能量的回馈，能量的一种回收，让你感觉到累积的这种辛苦啊，可以好好的去跟他庆祝一下，去庆贺这个收获的来临。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感情运哦，我们10月的感情运，第2副牌组的朋友，10月的感情运会是如何呢？好，会有关爱情的聊天哦。那第2张是我们 Girl with a Snake， Heartbroken。好，第3个是时间。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10月份的爱情运势会是如何？好，第2副牌组的朋友呢，我们来看清楚一下哦。我们再用我们的雷诺曼牌卡来看清楚一下，第2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份的一个感情运势是如何？好，第1张是我们的信件，第2张是我们的书本，第3张是我们的戒指。第2副牌组朋友感情运势。好，有感觉到啊，就是其实你跟你的对象，第2副牌组的朋友可能有单身的，也有本身在交往的，但是本身有伴侣的对象是比较多的哦。那感觉得到，在这10月可能会发生一个你察觉到的事情，让你有一点对自己的爱情产生一些怀疑，或者是有一种深深被伤害的感觉。但是你是很小心呵护经营这段感情的，你们的感情是非常的坚实的，只是因为某些人的出现，某些情形的出现，让你感觉到不安，或者是说让你感觉到你无法信任的这种状态，所以处理的时候没有处理的非常好。对，那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什么呢？它有关讯息的类型，就来自于说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对象，他可能跟某一方通讯的讯息被你看到了，或者是说他们交流的这种状态，你感受到有点不对劲，让你觉得很不自在、不舒服，好像这个对象，就是他跟你对象聊天的这个人，你觉得踩到你的界限了。对，所以在10月的时候呢，你们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疗愈彼此这一块，要信任你们本身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要清楚的去看到。所以书在这边，它常常是象征隐秘的事情。那这个隐秘的事情，有可能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简讯，有可能是这个对话，有可能是这个人跟你的对象产生了一些联系，但是也有可能是象征你自己内心的阴暗层面，有可能是说你的内在小孩需要被疗愈的地方。那重新的去定定你们之间，你跟这个伴侣之间的承诺，其实他是会需要时间来去看到的，然后他是需要时间去呵护到他的，需要时间去爱惜到自己的内在小孩的。那这个情感是可以被修复的，它可以去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价值观。如果他踩到你的线，你的对象踩到你的线，你就是要跟他好好的说清楚，让他明白你自己在意什么。那你要去明白你在意什么，那什么样子的行为会踩到你的线呢？那好好的去沟通哦，你会用你的方式来去做出最好的行动哦。对，那你们彼此的价值观是很好的，对，是可以在一起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你向往的，为了这颗星星去前进吧。
对，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它是需要一些磨合，然后去更加深彼此之间的一种连结的。这个连结感是需要被建立的，这是有关感情运的一个讯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健康的讯息哦。我们第二副牌组健康的讯息是什么呢？好，倒吊人哦，宝剑2，权杖3，健康的讯息，权杖9。哦，这个是钱币3，权杖9。好，钱币8。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哦，就是你们会面临一些可能为了工作啊，然后去熬夜辛苦的这种状态，那要特别注意到肩颈哦，然后背部的这种酸痛、疼痛感。3张都有背部的这种情形哦，然后有些人是觉得头痛，会很晕，会有一种晕眩感，然后还有一种在10月份的时候要注意体温，有一种下雨啊、变天的时候要再加一件衣服哦，就是可能会面临一些感冒的这种状态。那比较多的是劳累上面的情形哦。那有一种可能知道自己身体上面有问题，但是会硬盯着，然后不去看医生的这种状态，会盯着自己的身体，不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在10月份，它比较多，更多是劳累的这种情形。那伴随着天候不佳来临的一些感冒事件，那有些人需要好好的去被推拿、按摩，然后照顾自己的一些姿势和骨骼。比较多的是文明病啦，就是可能坐姿坐太久，做一件事情太专注，然后导致你会有一种五十肩啊，或者是手背会很酸啊，有一些很肌肉僵硬的情形，所以要好好的舒缓它哦。在健康方面，10月份是比较要注意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学业运势如何哦。第二副牌组的学业运会是如何呢？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钱币9，再来是我们的钱币6，学业运，世界牌。好，权杖5，学业运的状态。哇，你们学业运很不错诶，有些人会可能在考试就过关了，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新的项目就克服掉了，就是你的可能报告啊，或者是论文都很顺利的过关。那有些朋友是仰赖你要去突破一个新的思维，那这件事情最后是会很圆满的达成的哦。那你透过了很多的方式，来自于说跟其他人的交流啊，或是你遇到很多帮助你的人来去给你新的想法，所以其实你遇到的老师都还蛮好的，指导你的人都蛮好，会带领你一些新的思维。那你本身也是愿意去沉下心来，然后去思考的人，然后你会去用一个新的角度和新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哦。那生活周遭有很多事件会让你有一些新的体悟产生，在这个学习运上面，10月份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状态。你在这个月份当中会体悟到很多新的感受，或者是对于人生、对于很多事情有新的体悟，是你之前没有感受到过的。之前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但是呢，10月份会有一些你停下来
感受到风的味道，这种很小很小的事件，但是它的这种细微的体现呢，会让你有一些新的感动出现。你不再认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譬如说维持健康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呼吸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简单吃一顿饭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说拜访一个好朋友是理所当然。你会渐渐的去察觉到很多新的感受是你之前疏于察觉到的。对，那这是其中一个讯息哦。你会很感恩你周遭的人所给予的一些帮助哦，因为他们真的对你的帮助很大。你周遭好多贵人，或者是好多朋友，他们就是这么轻易的在你生活中留下很多美好的事情，很多美好的印记，那让你感觉到你的人生，你整个人的能量都是充满力量，可以去突破很多障碍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得到这些讯息，它就不仅仅是学业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学习哦。所以，在10月，你的这一块感受会特别的好。那有些人可能在灵性方面的学习也会，或者是专业领域上面的学习，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不见得会学到很精确的这种程度，但是你会很满意这个过程，这整路下来的过程，你知道里面的艰辛，里面的难受，里面的挫折。对，因为像这一张 The World 它已经完成了，所以某些朋友是得到一个 offer， 或者是完成了某些报告、论文之类的，你好不容易辛勤已久所推出的一个成品给它展现出来，它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生孩子本身就是有流血流泪的，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你感觉到他的这种状态，这好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说，就是你等很久的这一张哦，力量牌，你累积了很久，然后它终于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体验是很切实的，很踏实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学业运上面的一个讯息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10月份第2副牌组的朋友有什么会遇到的事件，或者是好运的部分呢？那在10月的时候，第2副牌组可能会很有策略性的去规划新的事项，你们会一步一步的达标哦。那我们来看我们下一张牌卡。对，你们会跨越很多障碍哦。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你们是很知道自己得怎么去做的，然后得怎么样子去实行的。很好，那你们要开始放轻松哦。在10月份，其实能有放轻松的时刻的时候，就好好把握，会迎来内心的平静啦。对哦，你们很幸运呢，的确，因为你们贵人运很好哦。那通常你们的能量都是那种很正面，围绕着笑声的，围绕着这种高频率的一种能量，你们运气不会太差哦。所以随时调整自己的一个能量的体现，但是也可以允许自己可能悲伤啊，因为我们可能在情感上面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地方，我们去让需要被疗愈的地方，好好的去爱惜它，理解它，看到它。好，那接下来我们第2副牌组10月份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还有什么能量呢？对，你们会好好把握时间哦。所以有些朋友真的可能会有一些加班啊，然后要把握时间来去完成某些事情。我们第2副牌组还有什么10月份的讯息要给到我们呢？对，你们不会再去掺和其他人的一些能量，你们可能会在10月份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蛮对立的事件产生，就是那种对立的事件产生，可能就是站边。可能你在你的环境当中
也发生某些人要去站边，你要去站哪一边，但是你不会去站哪一边，你不会浪费你自己的能量在任何一方上面哦，你会蛮专注在自己的这种情况，然后或者是说你会比较去思考本身的这种能量状态，你不会是以指责的这种状态，觉得说一定都是别人的不对，然后你会去想说如何是往前进行的，因为我们去可能宣告某件事情，或者是挑战某些事情，它也是一个往前迈进的方式，也有另外一种审视自己的内心，来去察觉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以沟通的方式来去执行，可以不用那么激烈的。好，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还有什么讯息呢？在10月份的时候，对，你会我感觉到这个能量是跟情感有关系的哦。这个跟情感有关系的能量呢，是在于说你会发现你要的不是道歉你要的不是那种对不起，因为他跟你说对不起，如果他是真的跟另外一方的那个界限不明不白，然后他跟你说对不起的话，你可能会更生气。所以你要的应该不是道歉，而是一个好好跟你沟通的这种状态。所以你收获到的不是一个道歉，而是一个两个人彼此沟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两张比较给到可能情感在10月份有一些挑战的朋友，你们最后的关系是可以好好被疗愈的，好好和解的，它是需要时间去对待的。对，你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思考，去理解它。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10月会遇到什么事情？对，享受的话，跟朋友的聚会，对，我们一直遇到类似这样子的牌哦，是很舒服的。那如果想不通，就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放松下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哦。那目前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那如果还想要占卜更多详细的个人占卜的话，欢迎再私讯我，找我的 IG，就可以跟我联络了。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解牌内容，希望对你们是有帮助。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张圣杯女王哦。那她很小心，呵护手上的杯子，她用慈祥的眼光来去看待手中的杯子哦。她是充满爱，还有一种平和的气氛，来去给予周遭一种很舒服的能量。对，那它后面的海洋呢是如此平静，我觉得是一种很宽容包容的一种能量，在你们生活周遭体现出来哦。所以在整个10月呢，会有一个让你们感觉到很保护的心情会体现出来，它是一种内心幸福洋溢的感觉，是一种很圆满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可能对外在的人不见得是这样子的眼光，但是你们是充满感恩的来去看待生活周遭的一切变化哦。所以10月会是一个让你开始可以跟自己相处，然后面对外在也不再感受到不安的一个月份。你们会在10月的时候学习到很多跟内在相处的平静时刻，它会让你学习到幸福是什么。这个月份会带你认识幸福是什么，会带你认识你自己的内在平静的状态是什么。好，那我们先将这个牌卡放到旁边哦。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的能量是什么？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好，圣杯骑士，好，权杖8，愚人牌，
死神牌、节制牌。好，3张大牌耶。我们再看清楚一点哦。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近期的能量是什么呢？真的，黑桃12，方块4，梅花4，黑桃3，方块3。好，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其实呢，好，在抽牌的时候就有一个念头出现哦，有感觉到你们在近期的时候可能遇到了一些可能表里不一的人，表里不一的小人。他可能损害了你某些利益，那整体怎样发生呢？可能是因为你对他很不设防，你是一种很纯净的心，或者是你对待人是一种很开放的心，他就这么轻易的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然后里面的状态你知道比较是有一种你自己没有察觉到，所以导致现在呢，你会敏感，你会比较敏感的去察觉到跟你相处的人他的心情是什么，他的状态是什么。对，之前你可能会太过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没有那个敏锐度，没办法察觉自己跟其他人外在的这种状况，所以导致你不认识这个人。其实你并非没，你并不是这么认识到他的。尤其在我们方块4的周围，一个是朋友，因为他对你真的很好，他对你真的很好过，或者是说你们关系曾经很好过，然后但是他另一方面又是在背地里一直在可能嫌弃你啊、毁谤你啊，或者是说让你有一种怒火中烧的感受哦，就是你是到现在是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对，那还有一件事情是说，他很羡慕你，或者是说他很嫉妒你，所以他在背后，就是他在表面上跟你很好，但是他就在背后一直在做双面人。对，那样的过去呢，你是很想要切断的，你会一直在去想他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做，你会因为面临这个关系的结束，你是有舍不得，有难受，然后有觉得怎么会这样？对，那事情来临的都很快速，让你察觉到这整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现也是好事。它摊在阳光底下之后，让你知道说，他对你做出这些行为嘛？对，所以你看哦，我们愚人牌象征着纯洁哦，那你又骑着白色的马，也是象征纯洁。再来是我们的节制牌卡，这个女子也是一个穿着白衣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真的是很纯洁、很纯真、很为朋友着想、很无私奉献、很为别人去思考的。你会愿意去把你内心的真善美去给予到其他人的，只是到现在你会比较守护自己的价值。那有很好的事情是在于说，后面你的能量越来越好，你可以守住自己的价值之外，其实你本身有很多令人嫉妒的状态。那个状态真的是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双面人的原因，因为他可能在当初他看到你在他身上他所没有的一些价值，所以你不要被他影响哦。你的能量目前是有受到过往这些事情所影响到的，所以牌组在这边是要告诉你，你
你的能量是很饱满的，还有你未来的钱财啊，还有那种财运啊，或者是你本身的特质是很具足的。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过往的这个事件的能量去影响到你。但是呢，牌组让我感受到你已经很辛苦了，你在很努力的去做调整，你也知道你不能，也你也不想被这样子的事情给束缚住，但是它的确造成了某些影响。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那牌卡的意思在这边是说，你是一个很美好的人。那接下来会有源源不绝的，我们这一张就是钱财的意思哦，或者是礼物，有很多生命的礼物会来到你的生活周遭，所以敞开手，张开手去接受吧，去接受这一切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什么讯息哦？对应的星座讯息会是有我们的双鱼座，有天蝎座，有射手座，还有我们的双子跟处女座。射手座比较多，有狮子座的能量，一点点狮子座的能量。那水象的话就是天蝎座，天蝎座跟双鱼座的能量比较多。好，那星座只是参考，如果觉得有对应到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那如果觉得，就是这不是属于你的能量，可以再回到一开始选牌的地方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10月份整体的运势是如何？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10月的整体运势如何呢？好，宝剑骑士，世界牌，整体运势，权杖侍从哦，圣杯骑士，好，我们的钱币国王，好多是好多人物牌哦，我们看一下，然后一张大牌，我们的世界牌，它真的是一直在显现。我们又一张白马哦，我会有一种独角兽的能量，因为我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一种很轻盈的能量。然后过往的这个事件啊，你们真的不要太放在心上哦。这个事情是来教会你们某个状态的。那其实接下来呢，有很多就是过往的这事件是象征一个结束，你的课题已经在10月当中会面临一个结束哦，它就是一个开花结果。那周围会有好多事情，好多好事在你周围发生。那有些小确幸也会在你生活中发生哦，所以你需要用新奇的眼光、新鲜的眼光来去看待、迎接这些事情。对，那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因为你受到这个伤害啊，那让你变得比较敏感，所以你的直觉力也有提升了。那整体在10月份的这种状态呢，是有一些贵人或者是新的能量会在你生活中体现出来。在10月份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形形色色的人会开启你蛮多新的可能性、新的未来、新的要前往的目标。那每一个领域的状态，因为我会感觉到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人，对，因为我们这四张牌，它可能都可以带领你去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圈子，那就看你要去选择哪一个圈子来去开拓你的未来的道路哦。那这些能量呢，对你来说都会是很不错的，你会感觉到世界圆满丰盈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也很爱惜，你变得比较能保护到自己的能量。你本身是很像我们刚才讲说，你是很简单的，你很纯粹，你是不玩什么心机的，你有话直说的那一种，所以
就会比较容易受伤嘛。可是接下来你遇到的这些人，有些是成熟的人，他会教你怎样子去保护到自己；有些是跟你同频的、跟你一样思维的人，然后跟你做好朋友，那也是很好。那有些是他会用不善言辞的，然后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给予你智慧，给予你直觉，来去让你领悟到也可以这样做的这种情形。有时候你可能在10月份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可以往哪个方向走。牌卡在这边建议是说，顺从自己的内心。那有时候生活中有一些共识的状态，你可以去信任生活中给予的讯息，那这些共识性呢，会产生一个美好的作用哦，在你身上体现。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事业运，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的事业运会是如何呢？好，圣杯5，正义牌。哦，又是一张我们的愚人哦。愚人通常都是白色，会有白色的鲜花啊，很多白色的内容哦，白色的狗狗啊，都代表纯真、纯洁、忠诚的意思。好，我们第3副牌组的事业运如何？好。很好我们的皇帝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权杖4。过往的事情，有时候你会忍不住用受害者的眼光来去看你在可能事业上面的体现，或者是说你会过多的要求你自己。但是其实牌卡在这边是说勇敢的做你自己哦，或者是它有几个讯息，之前你待的这个环境并不能让你勇敢的做自己，所以他才给予这个讯息嘛，勇敢的做自己，做你自己就好。那其实你要破除掉某些你内在所呈现的阴影状态，或者是你脆弱的那个部分，你要重新平衡你自己哦。因为有一些事件的来临，是为了要让你学习如何去平衡。你不用再用受害者的眼光来去看你自己。但是牌卡在这边也会让我想到说，可能是过往的环境让你没办法做你自己。那希望你可以慢慢的去调整到你自己，因为其实未来的你会去做的调整是非常好的。这个调整呢，是你可以建立起你的安稳，你可以建立起你的一种稳定性，然后你可以明白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在这边呢，是有我们的皇帝牌4号牌跟我们权杖4，所以4的能量是非常重的哦。这个能量呢，是代表说你可以让你自己很稳定的建构下来，它也象征着我觉得是一种海底轮的稳定。你可以让你的内心稳定，让你的心健全，强大起来，因为你可以让这个阳光洒进你的心，明白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啊，然后你为什么要呈现一种受害者的意识呢？很多时候可能可以不用这样想啊，或者是说，是不是你太过认真对待某些事情了？会不会是你太认真的对待你周围的人了，周围的事件了？那你可以用一种更敞开的态度，不要去抓着某些事情不放，让自己呈现一种平衡的状态。那这个平衡的状态里面的正义牌事业的这种状况是说，你自己有在做一些事情，那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有你所给予的能量，它会如实的回馈到你身上。所以我在这边接受到的讯息是比较多的是你所给予别人的这种，你曾经给别人很好的能量，不要担心，不要因为
可能少数人他欺骗你，或者是诽谤你，或者是让你察觉到那样不好的这种状态，我们就要一直在铭记在心那些倒下的杯子。所以你需要去看到，也有很多支持你的朋友啊，像这个狗狗，它就是一直在支持着我们的愚人。它即使要掉下，就是它可能要踩到悬崖了，狗狗还是相信它可以去用它的方式去走出自己的路哦。那还有我们的权杖四，它象征的是一种核心的一种稳定的能量，或者是说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说你很对频的对象，你所支持你的朋友。所以我们还有两个杯子立着啊，我们可以不用一直去看着倒下来的杯子，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立着的杯子，这是这个正义牌要去告诉你的层面，我们的圣杯五。所以这一块是在于说，你曾经有帮助很多人的这些能量，你的美好的这些能量，其实它都还在哦，它都在源源不绝的在提供养分给你哦。你千万不要没发现到它。在这个事业运上面，你逐渐会越来越游刃有余的去做出你自己希望呈现的样貌。你也会在这个业界当中越来越累积到自己，累积到自己的才识，累积到自己的能力，累积到自己的名声。你会重回这个王座，让大家看到，因为这些你曾经做的事情都不是白费的，你所作所为有因有果，这些都是有回报的，正义会来临。所以你在过往可能在之前的环境当中，你没有得到相对应的一个收获，相对应的理解，在接下来的日子你会收获到。在接下来日子，我们的愚人你会自由，我们的皇帝牌你会坐上你自己的王位，你会掌握好你自己的分寸，你会理解到你自己想要成为的状态。那这一张牌当然也可能象征着说，我们在老板赏识，老板会注意到你，那老板会以相对公正的方式来去对待这个事件，或者是说你会遇到一个赏识你的人出现。对，那事业运在10月份当中是可以大胆的去思维的，大胆的去思考的。对，有很多事情就让它去发生。当然，我们有一些内在阴影的层面，也可以允许它发生，允许让自己去疗愈到自己这一块。没关系，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可能在某些地方是挫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我们还有杯子，我们还有在乎我们的朋友、亲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占卜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感情运。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感情运在10月份会是如何呢？好，回声机哦。好，3副牌组都有 hammer， 就是一个锤子的这张牌出现。好，业力的关系哦 ，karmic relationship。好，闪电来临。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份的这种感情运，好，爱。第3副牌组的能量比较特殊一点，有些朋友是面临可能分手断联的情形，一种分分合合的这种状态。那比较少单身的，那单身的话，可能是会有一种很闪电的情感，你会觉得一见钟情，突然他给你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你就晕船了吗？你就喜欢上他了，你就会觉得他好合适哦。那你就是单身的，可能会在近期有这种闪电的喜欢来临，闪电的交往。好，那部分朋友是一种可能分分合合的情况，有伴侣，然后有一些争吵，一些很突然的刺激，大家
可能在10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很莫名的改变，莫名的情绪来临。在这个月份，你们会不断的回想当初情感对象给予你的一些感受，给予你的事件，你会一直回放你们曾经说的话。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巩固你们的关系，然后再加强你们的爱的这个体现哦。所以10月份当然可以更冷静的去处理你们有关感情的部分。那有些课题呢，会在这个月份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出来是为了要让你更确立你跟他之间的爱的完整。你会更明白无条件的爱会是什么，你们彼此会更了解这一块。那这无条件的爱，并不是说我先要求另外一方先给予的，而是你如何在两个并行的关系当中来去传达这个无条件的爱，而不是先要求谁先给，而是它自然而然的呈现，它这样子的反应，这样子的吸引，去感受到原来你已经得到无条件的爱。那这个无条件的爱，虽然在10月份的感情运上面是这样子的呈现，但是这个爱的体现，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周遭生活的回馈当中去感受得到。譬如说，对宠物、对子女，或者是对家人的这种无条件的爱，你不会去要求到他什么的这种状态。所以在10月份来说呢，会是一个感情在升华的状态。有些课题会彻底的被你们解决掉，那本身可能是已经纠缠很久的一个围绕在你们之间的一个状态很久了，围绕在你们之间的状态，那会被你们看到，然后去转化它，它会是一个新的方式。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健康运哦。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呢，在10月份的健康运会是如何呢？好，第一张也是我们的皇帝牌耶，健康运。这个是权杖王牌，宝剑2，第3副牌组的健康运如何？钱币国王，钱币6。好，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健康运如何呢？第3副牌组的朋友其实是会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哦。那所以在10月份比较要注意的，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感冒，或者是它是突然的可能过敏，突然的一种状态。基本上第3副牌组是不容易生病的体质哦。那只有那种很突然的那种状态，可能是熬夜啊，或者是没照顾到自己的身体，才会引发身体的不适哦。在这副牌组的朋友呢，平时是会吃保健食品的，那也会去那个关心到自己可能身体的状态哦。有些朋友是早餐、中餐、午餐是会准时吃的，就是你不会亏待自己的这种状态。那有些朋友在呼吸道上面可能是要比较注重的，然后可能关节的部分，对，秋冬来临的时候，关节可能会有一些疼痛的状态，是在第3副牌组可能也要特别注意的。然后要注意天气的骤变。那在10月份当中，可能天气会是一个因素哦。
那你们要比较注意到保暖，因为感觉到说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保暖的状态，就是会比较容易没办法调节那个体温，天气突然变天了，然后冷热的交替变化很大，第三副牌组的健康就会有影响到，这也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看到有穿的衣服几乎都是非常隆重的，就是多加了一个披风啊，然后所以这也象征着说，在10月你们可能会要注意多穿一件外套，要保持那个保暖，然后要注意室内的温度，有很多时候可能不那么适合让你们出去，所以这也象征着说，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可能在运动上面。关节上面还是要走一下、走动一下哦，可以帮助你们的一些肌肉维持住。你们骨骼可能会是一个问题，那再小心注意。那再来是我们的第三副牌组的学业运哦。好，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宝剑骑士，第二张是我们的权杖骑士，学业运。好，隐士牌，钱币四，我们的女祭司。OK，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学业运的这种状态啊，可能就是会不小心追剧追到忘记你本身要做的事情，对，然后有时候可能看，无论是我们电视啊，还是我们的手机啊，或者是玩游戏的各种娱乐，你们可能会被这样子的娱乐去占用掉你们蛮多时间的哦，所以要在学习运的上面，可能要比较注意到说面对诱惑啊，或者是安排时间的合理性。有时候你们可能就是会不小心沉溺在某一个事情沉溺太久了，对，所以其实你们学识是不错的哦，所以要去看清楚这个诱惑，认识到自己可以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好，那在学习运上面，会需要你主动的去询问有帮助到你知识的对象，可能是教授啊，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学校的老师，然后主动的去结交让你可以提升知识的人，会对你的学习运很有帮助。那你也会发现到，在10月份的时候，会有这些机会，让你可以跟比较有智慧的人，或者本身有一些这些能力的人，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来去跟他们更深入的交往哦。对，然后去拜访他们，就坦荡的去跟他们做一些交流，那你的学习运就会开拓的很好。那你要察觉到自己的问题，就是理性的对待你自己应该要往前进的方向，因为你是有时候会受到情感的支配啊，或者是欲望的驱使，就让你可能一天不知不觉就这样子过了。所以这是第三副牌组的学习运的状况要注意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状态是什么？在10月份可能会遇到的事件或者需要宇宙要提点的方向会是什么呢？10月份的时候可能可以让你们取到一笔金钱，或者是说累积一份不小的财富哦，这个心情会让你们感觉到很踏实。好，那在10月的时候，可能要再注意一些比较
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也有 lightning 嘛，它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状态。对，而且我们也有死神的牌，突然的，所以有可能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结束，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你感觉到一些意外的产生。那比较不会是学业部分哦，比较可能会是感情上面所带来的冲击。对，在10月份，你们可能要注意到自己，网络上面的使用啊，账号密码的状态，可能不要登入太多电脑，就是可能不要登入到平常你不会使用的地方，对，可能会被人家利用。那这也有可能某些朋友，因为10月份有些星象是，比较容易获取到不当的资讯哦，就是在星象学来说的话，要小心一些诈骗的讯息，就不当的讯息去诱导到你哦，这些事情要特别再注意。那10月份可能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某些事情的结束哦。那这一张牌卡呢，因为结合到我们的死神牌，有些朋友可能面临一些亲人的离开，对，那或者是参加丧礼这件事情，那这也或者是说，可能有些朋友，的某些事情即将会结束，它就是让你有一个新的心声，你面对事情的一个新的体认识和新的感悟，某些事情终结了，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向上提升的时刻哦，它是一个转化的时刻。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蜡烛正在燃烧，还有我们鲜花在旁边嘛，所以它是受到祝福的一个状态哦。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我们这一张是Pride，这也是象征着说你们，我觉得对应到我们的皇帝牌哦，你们会在接下来的可能事业当中，或者是自己的领域当中重新站稳脚跟哦，你们会感觉到非常舒适，或者是你会受到大家认同，大家的注意力会到你身上，你会感觉到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在10月份，很多事情、很多项目都渐渐的提上日程哦，很顺利的完成了。你们会身兼多职哦，可能会开启蛮多不同的层面的你，不同面向的你，你都会展现你的专业度，然后会很平衡的去把所有事情都调理好，会收获什么好运？对，你们的感情会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逐渐升温哦。那这个爱呢，或者是说你会越来越理解到你真心想要交往的对象，他所给予的一些感受，你也会越来越爱你自己，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理解到无条件的爱是什么。好，那我们最后一张，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份即将会收获到什么样子的事件和好运呢？好，这张牌呢，其实它9号也象征着隐士牌哦。那我会觉得说，你们会面临内心的一些真理，你们会察觉到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说他是 blind， 他真的忙吗？他不是真的忙，而是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去关照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想法，然后他会去对外在的事件更察觉、更察知，所以这也象征我们一开始在讲说，验证牌的这个部分，你们可能过往的时候都是没办法很
有觉察力的，会有一种把自己都交托出去，然后让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的人。所以渐渐的呢，你会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打开眼睛，去认识到什么样子的人是合适于你的，或者什么样子的关系是合适于你的。OK， 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那我想要为第三副牌组再多占卜一个意境哦。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10月需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占卜到的是火风卦，这个卦象呢，它是说没有什么不吉利的，因为我们的鼎配上我们的把手嘛，是配上玉饰，十分吉祥，不会有什么不利。所以在10月份，也许会发生一些比较让你惊讶的事件，但是呢，你其实都会很顺利的度过。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在这个你的所在的职位啊，或者是你一直都不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令人鲜艳的地方，令人欣赏的部分哦。可是呢，其实大家都很重视你，然后很尊重到你，你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所以你应该要展现你自己。有时候你是很盲目的，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然后能够体现到什么。其实你拥有到很多别人很羡慕的特质，对，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很有自信。你未来会很有自信啊，因为你成为皇帝嘛，或者是你收获到这张 Pride， 你可以自信而不自傲的，你是能懂这一块的，所以你也能懂得关心你自己和关心以及尊重你周围的人。有很多好运会来到你的周遭哦，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进行。我们的这个卦象火风鼎哦，火风鼎通常是在古代是做祭祀使用的，所以你的这个鼎啊是非常的精美，而且用料都很扎实的，所以也象征着你自己的一个定位，对于其他人，大家都是很尊敬你的。你本身会聚集很好的能量在你的周围，跟你一起前行哦。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哦。那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